女孩突然发现自己竟被困在了学校，因为她只要踏出校门一步，就会瞬间被传送回学校的锅炉房里。无论尝试多少遍，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直到她遇见一个戴眼镜的男孩，从对方口中麦迪这才得知自己居然已经变成了鬼魂。为了搞清楚发生的一切，他开始在校园里四处寻找线索。在由鬼魂组成的来世互助小组和唯一能看到他的好友西蒙的帮助下，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麦迪终于回想起了那天发生的一切。原来他无意间在锅炉房的密室里撞见了在此做实验的组长马丁以及被其囚禁的女孩珍妮特，谁料下一秒就遭遇了不幸。就这样，珍妮特占据了麦迪的身体，接着他又通过锅炉房的密道逃出了校园。而现在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被发现后，马丁也当即转身想要逃离。见此情形，麦迪立刻追了上去，可半路对方却突然停下，说出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Don't pursue this. I wish I never had.” 当麦迪追出教学楼，却诧异地发现马丁穿过鬼魂乐队后，竟突然失去了踪影。此时被关在地下室的眼镜三人也撬开里面的密道钻了进去。然而当他们冲向尽头的爬梯时，却被纷纷传送回了自己的死亡地点。看来爬梯所处的位置已经离开了学校。随后众人来到图书馆集合商讨此事。通过在地下室找到的马丁的笔记本，他们发现里面竟记录着学校里所有鬼魂的死因及其死亡位置，并且对方还收集了所有人的遗物。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众人便分头在校园四处寻找马丁。可他明明和大家一样无法离开学校，现在却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眼下只剩锅炉房的密室还没有检查，然而那扇门鬼魂却无法打开。众人只能寄希望于麦迪的好友西蒙身上，但由于占据了麦迪身体的珍妮特突然出现在现实里，并且还开车撞伤了他们的朋友沃特，这让西蒙认为麦迪的鬼魂是自己产生的幻觉。因此面对对方一路喋喋不休的解释，他始终保持不予理会。即便麦迪说出了许多只有两人才知道的秘密，却依旧没有获得西蒙的信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对方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 Her name's Jenna Hamilton. Fucking Google it. She's the reason I'm here. 另一边，在占据了麦迪的身体后，珍妮特买了张车票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在大巴停站休息时，她走进便利店里，询问店员是否有叫车服务。原来珍妮特担心司机认出自己，想要中途悄悄离开，可死去多年的她早已和社会脱节，压根不知道现在都是用手机打车。而当看到墙上还贴着麦迪的寻人启事，她立刻慌乱地买了一张地图与一些零食，便匆忙离开了这里。经过一天的跋涉，珍妮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个名叫雷克顿的偏远小镇。可家人早已全都不在人世，并且还为她也立了一座墓碑。珍妮特挖开坟墓躺了进去，或许这样才能感觉到家人还在身边。与此同时，西蒙还是没忍住在网上搜索起了珍妮特的信息，随即就震惊地发现对方真的如麦迪所说死于学校的一场火灾，这也消除了他内心的疑虑，决定再相信麦迪一次。在西蒙的帮助下，众人终于打开了锅炉房密室的大门。然而马丁却并没有躲藏在这儿，唯独墙上发现了许多记号。没想到珍妮特竟被马丁囚禁了这么久，难怪他会有这么大的怨气。深夜被珍妮特开车撞伤的沃特突然醒来，奇怪的是身受重伤的他竟感觉不到一丝疼痛。沃特有些懵逼地走出病房，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随后他诧异地发现，眼前的护士穿的并不是现在的制服，周围的病人也不是来自于这个时代，并且电视上还播放着黑白的画面。察觉到不对的沃特回头望去，看到护士慌忙地冲进他所在的病房，正全力地抢救自己。第二天，从鬼门关爬回的沃特得知，自己的车子不但被麦迪偷了，还被他撞进了医院。西蒙赶忙向三人解释，那其实是珍妮特占据了他的身体干的。可如此匪夷所思的解释，黑妹两人自然不会相信。但经历了灵魂出窍的沃特却选择相信西蒙的话。在办理出院手续时，沃特从父亲的口中得知，他丢失的那台车子被找到了，并且警方还接到报案，在汽车站附近出现了疑似麦迪的女孩。从网上他查到了珍妮特的老家地址，于是便决定和西蒙前去一探究竟。另一边，众人还在寻找马丁的下落。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眼镜突然想起学校有个和马丁同时代的鬼魂，他的名字叫尤里，但是对方只会说俄语，这些年也从来不和其他人打交道，一心只沉迷于自己的逃逸世界。随后众人便找到对方，麦迪用仅会的几句俄语询问他，然而尤里却始终一言不发。见状，几人只得无奈离去，唯独眼镜对货架上的陶罐产生了兴趣。就在他拿着把玩的时候，尤里却突然开口说那是珍妮特做的。 What the fuck? You speak English? You knew Janet and you get to smoke in this school? 接着尤里便告诉眼镜，珍妮特以前常来这里学习制作陶罐，自己之所以假装不会英语，是觉得马丁道貌岸然，不想与其扯上任何关系。而眼镜却让他有种特别的感觉，看来尤里的取向也不一般呐。听到这，眼镜有些害羞地拿起一个木盒，没成想这也是珍妮特制作的。无意间他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暗格，打开后竟是一本笔记本，随即眼镜便将其带回给众人查阅。笔记本的前半部分都是各种化学公式，后半部分则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原来珍妮特也曾是马丁的学生，她在化学上有着很高的天赋，可在那个时代父亲却觉得女孩不用上大学，只要在家
家相夫教子就行，即便马丁亲自上门劝说也都无济于事，这让珍妮特恨透了自己的父亲。在他和马丁不幸遇难后，两人成了最早被困在学校的鬼魂。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做着实验，想要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而更让众人震惊的是，记录所有鬼魂的死亡位置与搜集遗物的人并不是马丁，而是珍妮特。难道珍妮特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与此同时，在墓地里睡醒的珍妮特回到了家里，曾经痛苦的记忆不断涌上心头。随后他在房子里倒满汽油，接着点燃火柴扔了出去。等西蒙两人赶到时，房屋已经被熊熊大火吞噬了。另一边，沃利正在学校闲逛，转身竟突然看到了马丁的身影。他立刻追进了办公室里，可对方却再次消失不见了。于是他赶紧找到众人，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他发现当时马丁的脸上写满了焦虑与惊恐，似乎珍妮特的离开会威胁到鬼魂们的安全，这让一旁的小葵不禁大胆地推测道 Maybe he locked her up to protect all of you. 第二天，几人来到被烧毁的房子外面，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没多久，西蒙就诧异地发现，一个写着珍妮特的坟墓竟被人挖开了一个大坑。他立刻确认了自己的遭遇都是真的。This is proof. Of what, Simon? That your twisted ass has gone to one too many haunted houses? That Janet was here. 尽管西蒙说的有板有眼，但黑妹仍不相信如此离奇的事。就在这时，同行的好友沃特赶了过来，告诉众人他从警方那了解到，这场火灾并无人员伤亡，珍妮特的行踪也再次下落不明。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对方正在一家超市采购物资。可当他来到收银台结账时，却发现自己装满现金的背包不见了。珍妮特心急如焚地四处寻找，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随后他又慌忙走出店外，看到一个女孩正将一个背包放进车里。珍妮特立刻上前叫住对方，下一秒却发现是他看走眼了，于是谎称自己认错了人。没想到一旁的同学却认出了他所附身的麦迪，便好心地询问他是否要搭便车返回学校。由于害怕暴露行踪，珍妮特直接婉拒了对方。可回头看见超市的工作人员似乎正在联系警察，他立刻就转身拦住了两名同学。 I changed my mind. 再次回到学校，珍妮特感到了既惊奇又担忧。下车后还收到了同学的邀请参加晚上的派对，可当他独自在校园里行走时，却无意间被胖妹的哥哥认了出来。另一边，侦探爱好者小葵特意做了一个案情板，用来给困在学校的众人梳理线索。经过仔细分析后，他们发现珍妮特在笔记本里提到过许多遍钥匙这个词，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揭开这个谜底。随后麦迪在食堂找到西蒙，询问他珍妮特的调查进展。尽管有些于心不忍，但西蒙还是将对方纵火烧房的事情如实告知了他。就在这时，胖妹收到了哥哥的信息，说自己看到了被珍妮特附身的麦迪。他立即招呼西蒙过去，将此事告诉了他。随后众人便拿着麦迪的照片在校园里打听他的下落。然而1个小时过去，却仍杳无音讯。就在他们找得焦头烂额时，黑妹却在朋友圈有了意外的发现。 Boom. Hey, guys, I think Janet's at a college party. 随即4人便立刻赶了过去。而麦迪得知珍妮特在占据了他的身体后，不仅倒车撞人，现在还纵火烧房，便焦急地让互助小组的众人回忆是否还有什么遗漏的线索。沃利想起最后见到珍妮特是在他的生日会上，眼镜则补充说自己当天撞见了他和马丁在跳舞，并且珍妮特还问了对方一个问题 We're still gonna tell him tonight, right? You promised? 在生日会上，珍妮特收到了马丁的礼物，可当他打开发现是块手表时，竟突然气愤地离开了现场。随后朗达无意间看到他和马丁在争执，珍妮特想让对方停止实验，可马丁却执意要继续下去。接着两人就发生了肢体冲突，朗达看不下去离开了现场。后面的事情众人就不知道了。听到这一旁的小葵立刻推测到，马丁原本答应送给珍妮特的生日礼物应该是归还众人的遗物，并告知他们研究的真相。但最后马丁却临时改变主意，甚至还将珍妮特囚禁了起来。这时麦迪突然灵光一闪，或许对方笔记本里提到的钥匙指的就是大家的遗物。在马丁失踪时，他手上就带着那块手表，后来他交给珍妮特后，对方也随之消失了。现在貌似解开了钥匙的谜底，但新的谜团也随之而来。那要开的锁指的是什么？还有现在马丁又去了哪呢？另一边，西蒙几人刚来到派对，就被学长们拉去强行灌酒，而趁着众人狂欢之际，珍妮特却悄悄在楼上进行零元购。她不仅偷走了屋里的钱财，还给自己换上了一身装备。然而就在她准备离开时，却被一个女孩发现她穿的是自己的衣服。随即对方立刻大声呼叫众人，让他们帮忙拦住珍妮特。这时胖妹也循声赶来，突然外面响起了尖锐的警笛声。由于是违规举办的派对，众人慌忙四散而逃。见此情形，珍妮特也趁乱离开了现场。随后她竟找到了麦迪家。 Maddie? Hi, Mom. 看到自己的女儿平安归来，对方激动得无以复加，却不知眼前的并非麦迪本人。而面对母亲热情的嘘寒问暖，珍妮特谎称自己暂时只想在家独处，
让他别将自己回来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另一边，朗达独自拿着一张录取通知书，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口，随即从门缝下竟透出耀眼的红光。他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拉开门走了进去。只见里面笼罩着一股阴森的氛围，几个女人面无表情地坐在里面。随着铃声响起，她们纷纷起身离去。紧接着，一个男人出现在红光中。朗达看到后惊恐地转身想要逃离，可此时房门却怎么也无法打开。随后，男人捡起他掉落的录取通知书，步步逼近地走到朗达面前。You're leaving me? 朗达心有余悸地逃了出来，接着就立刻找到众人，将刚才的经历告诉了他们。看来只要拿着遗物来到死亡地点，就能进入自己的创伤空间，体验到小说里所讲的死亡循环。而里面散发的诡异红光，不仅在沃利撞见马丁时出现过，麦迪被夺走身体时也在密室看到过。因此众人推测，马丁可能躲藏在某个散发红光的创伤空间里。为了能尽快找出对方，麦迪提议让其他人也尝试一下。尽管非常不愿再经历一次死亡的痛苦，但目前这是唯一能找到马丁的办法。随后，眼镜鼓起勇气，拿着他的遗物，来到了自己死亡时所在的教室门口。他刚将手里的信件打开，门缝下立刻透出了诡异的红光。眼镜深吸一口气，接着便拉开门走了进去。只见里面空空如也，四周也是一片漆黑，唯独一台散发着红光的售货机摆在中间。眼镜缓缓地走到售货机前，可当看到里面摆着的是让自己窒息而死的咸味花生，他立刻就感到了呼吸困难。一转过头，身后竟出现了一群同学。然而看到眼镜难受的模样，对方不仅没有上前帮忙，反而还肆无忌惮地嘲讽他。就在眼镜感到快要窒息时，突然发现角落的马丁正准备逃离这里，他立刻奋不顾身地追了上去。接着就回到了现实世界，眼镜将刚才经历的一切告诉众人。大伙听后都感到十分不解，他们只能用自己的遗物进入各自的创伤空间，可马丁却不需要用任何钥匙，就能在所有人的创伤空间里来去自如。而当得知对方最后消失在球场，沃利立刻拿起橄榄球准备去找他。与此同时，麦迪母亲在超市门口遇到了调查女儿失踪案的警长，对方有些惭愧地告诉他，尽管他们已经在努力搜索麦迪，但目前仍没有新的进展。麦迪母亲本想将女儿回来的事瞒着警长，可想到之前对方一边在医院照顾受伤的儿子，一边还在尽心尽力地搜寻麦迪，他有些于心不忍，便叫住了对方。回到家后，母亲向珍妮特坦白，自己已经将他回家的事告诉了警长，稍后对方会到家里来做笔录，问他有什么想说的可以提前告诉自己。此时警长的儿子沃特也在上课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得知珍妮特回到了麦迪家，他立刻找到胖妹商量对策，但却并没有将此事告诉西蒙，因为之前几人准备逃课去寻找珍妮特，不幸被教导主任抓了个正着，对方警告他们再犯就做退学处理，而整个学校只有西蒙能和麦迪交流，于是决定抛下他，两人独自去把珍妮特带回来。另一边，西蒙也在四处寻找他们，却无意间遇到了在操场哭泣的黑妹。原来自从父母离异后，家里人都对他不闻不问，就连这2天他的银行卡被冻结，打电话想找母亲处理，对方也一直拒接。这或许是上天对自己冷落麦迪，背着他和她男友好上的报应吧。这时麦迪也来到了两人身旁，听完黑妹痛哭流涕的忏悔，他让西蒙传话给对方，表示自己已经对此释怀了。 The real Maddie, she's sitting right next to me. She says, Lola says hi. She's not gone. 刚帮黑妹解开了心结，麦迪就突然发现灯光在不断闪烁，随之而来的还有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虽然自己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但听其他人说过这是有新的亡魂出现的前兆，于是两人决定分头行动。麦迪去寻找来世互助小组的成员，西蒙则去寻找沃特他们。几人刚准备走进教学楼，就遇到了从里面出来的沃特和胖妹，紧随其后的还有学校的教导主任。 You couldn't wait 30 more minutes, huh? Even though I know I made myself perfectly clear. Maddie's back. What? She got home last night. 于是众人便立刻驾车向麦迪家赶去。此时警长也已经来到了麦迪家做笔录，可面对他的再三询问，珍妮特却不愿多说什么。他谎称自己不记得发生的一切，接着就起身回到了房间。麦迪母亲见状，认为是女儿受到了刺激，随即就毫不客气地向警长下达了逐客令。 You'll get them when she's ready. Leave now. 当西蒙几人赶到麦迪家时，远远的就看到了站在窗前的麦迪，确切的说是附身在他身上的珍妮特。 What the fuck? 另一边，麦迪找到来世互助小组的众人，发现沃利疲惫地瘫坐在沙发上。原来他刚才进入了自己的创伤空间，在里面看到了教练的咆哮和母亲的冷嘲热讽，但却并未发现马丁的身影。当麦迪提起刚才出现的异象时，没想到眼镜说出了一个更诡异的事情。原来学校里既没有出现救护车，也没有通报，甚至连尸体也没有发现。而上次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麦迪被夺走身体的时候。难道马丁也像珍妮特一样借尸还魂了吗？ 女孩在食堂肆无忌惮的破坏，可周围却并没有人出来阻止。原来她是一名被困在学校的鬼魂，这样做只能发泄内心的情绪，并不能改变现实中的一切。而麦迪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那个占据他身体的家伙
此刻竟顶替他回到了自己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为了不让麦迪母亲察觉异常，附身的珍妮特居然主动提出邀请麦迪的好友西蒙等人来家里做客。 I want to see my friends. 而西蒙在收到邀请后，立刻就将此事告诉了麦迪。尽管内心非常的愤懑，但得知对方短期内不会返校，他立刻让西蒙答应赴约，并通知所有人集合一起商量对策。随后，西蒙带着其他3个小伙伴来到礼堂，而护助小组的鬼魂们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就这样，4人4鬼首次聚在一起，由西蒙和麦迪负责传话，开展了一次史上最抽象的讨论会。 I can't wait to graduate from this creepy school. 接着，众人便各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沃特说他从书上看到鬼魂怕盐，因此可以试试撒盐将其困住。黑妹则认为先假装不知道对方底细，想办法将其哄骗回学校再说。而鬼魂沃利却觉得这些想法都太天真，不如简单粗暴的直接将他绑回来。最终大伙还是没能统一意见，草草的结束了这次讨论。在回去的路上，胖妹突然告诉众人一个秘密，她从校友路上发现了一张珍妮特的合照，对方身边那个叫尤金的同学现在就住在附近的养老院。胖妹认为可以前去拜访对方，说不定能从他口中得到什么线索。可众人却觉得尤金年事已高，未必还记得60多年前的事，更不清楚他和珍妮特的关系如何，便当场否决了他的提议。这让胖妹感到十分沮丧，无处倾诉的她只得将内心的委屈发给了自己的网恋对象，却万万没想到对方竟是身旁的沃特。不得不说，这部剧最渣的就是这个叫沃特的小伙。他之前背叛了麦迪，跟黑妹搞在一起，现在又在网上沾花惹草。只不过目前两人都还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在网友沃特的鼓励下，胖妹毅然独自走进了养老院。她谎称自己是校报的记者，正在写一篇对科学感兴趣的女生专题报道，试图从尤金口中套出珍妮特的信息。很快，对方就回想起了一桩往事，那是在一堂化学课上，马丁突然心情沉重地告诉他们，由于自己的研究不被学校认可，他被要求半个月后离开这里。对方越说越激动，无论同学们如何安慰，却都无济于事。随后他就气愤地离开了课堂。听到这，胖妹猜测马丁可能因此怀恨在心，所以后来才纵火报复学校。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尤金的否认。 Mr. Martin were very meticulous. Neither one of them would have made that kind of mistake. 与此同时，鬼魂朗达在学校的公交站旁无意间发现了组长马丁的手表，断定他应该和珍妮特一样附身在某个人身上离开了学校。随后麦迪便拿着这块手表战战兢兢地来到锅炉房的密室，看能否在这进入自己或珍妮特的创伤空间。很快他就发现身后的密道里透出了诡异的红光。麦迪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只见里面浓烟弥漫，四周正燃着数团火焰，耳旁还不断传来嘈杂的祝贺声。看着橱窗里的获奖证书和报道，才发现自己进入了珍妮特的创伤空间。突然从身后竟冒出一个被烧毁面容的女人。麦迪被吓得不轻，随即便慌忙退了出来。另一边，珍妮特为了在晚宴上不露馅，在家一直翻看麦迪的照片和视频，时不时还模仿他的笑声。傍晚，西蒙几人如约而至，看到模仿麦迪微笑的珍妮特，众人也强行挤出笑容，尽量装作毫不知情。然而背地里却早已用手机拨通了学校图书馆的电话，让鬼魂们能实时监听到这儿发生的一切。在晚宴上，大家面面相觑，谁都不知该如何开启话题。好在此时麦迪母亲致辞欢迎大家，这才打破了现场尴尬的气氛。而电话那头，麦迪监听了没一会儿，却心情沉重地离开了现场。随后，沃利在游泳馆找到了他。原来，在进入珍妮特的创伤空间后，麦迪才得知对方悲惨的命运。他原本有望成为卓越之才，却在大好时光英年早逝。而现在借着自己的身体，应该可以活出比他更精彩的人生。沃利听后却安慰麦迪说，虽然这世上有的人注定成就伟业，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平凡的人生同样有着其存在的意义。另一边，西蒙和黑妹则演起了双簧，声称学校刚添置了一台牛逼的天文望远镜，希望珍妮特能和他们一起回去看星星。然而麦迪母亲的一席话却让两人的想法彻底破灭。 We both feel that going to school in person is probably not a good thing right now. 一旁的沃特见状，则趁珍妮特递沙拉给他时，假装不小心将桌上的食盐打翻，想试试从书上看到的方法是否可行，结果也依旧以失败告终。看到他们的计划接连落空，胖妹终于忍不住放出了大招。 Eugene Bergstrom misses you. 想不到这招果然奏效，珍妮特瞬间脸色大变，接着谎称去厨房加热食物，起身便离开了餐桌。麦迪母亲见状也立刻跟了进去，询问对方发生了什么事，却被他以没休息好搪塞了过去。其他人则责怪胖妹擅自做主，导致现在大家都不知如何收场。无奈之下，西蒙只得硬着头皮进入厨房，跟珍妮特摊牌说马丁已经离开了学校，还有一个被困的鬼魂现在也已经成功超度。 You're safe. He's gone. You can go back now. 珍妮特听后表面上一言不发，心里其实已经有所触动。可偏偏就在这时，一名清洁工进入了图书馆打扫卫生，吸尘器传来的噪声立刻引起了珍妮特的注意。他一把从西蒙的口袋里夺过手机，将其扔进了身后的锅里，接着毫不客气地下达了逐客令。 It's time for you to go. Now.
就这样，众人一无所获的被迫离开了麦迪家。另一边，麦迪和沃利经过教室时，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走近一看，竟是刚不久被开除的安德森老师。Maddie, You're alive. Not really. Oh, hello. Who are you? 发现对方居然能看到两人，麦迪瞬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得知安德森是回来打包东西，却和他们一样被困在了学校后，他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 If he's in here, and Mr. Martin's not. holy shit. 与此同时，西蒙几人刚回到车上，就看到被马丁附身的安德森提着一份礼物来到麦迪家，希望以此能见珍妮特一面，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他只得将东西交给了麦迪母亲，然而在离开时却转身盯着屋内看了许久。见此情形，西蒙几人虽觉得有些奇怪，但却并没有往更深的方向去想，因为他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而收到礼物的珍妮特则来到后院，将他跟家里的垃圾一起扔进了桶里，谁料下一秒他就被人从身后用麻袋抓走了。第二天一早，麦迪母亲焦急地找到马丁，说女儿昨晚突然失踪了。西蒙几人的电话也无人接听，以为他又再次离家出走了，便询问马丁自己要不要报警处理，但却遭到了对方的劝阻。 At this point, they see Maddie as a runaway, and if they chase after her, it might stop her from coming back. 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绑走珍妮特的竟是西蒙几人。他们把她带到了郊外一处偏远的木屋，并将其绑在了椅子上，希望能重新说服对方。可珍妮特却表示自己宁可再死一次，也绝不愿意再回学校。西蒙告诉他自己能看见被他夺走身体的麦迪，并从麦迪口中得知，在不久前，一个叫道恩的鬼魂竟离开了学校，这让珍妮特感到难以置信。毕竟他花了10年时间研究都没有功课。为了能让对方信服，西蒙承诺将带回道恩超度的证据。接着4人便来到屋外商量下一步计划，最终决定由西蒙和黑妹回去寻找线索，沃特和胖妹则留下看守珍妮特。回到学校后，西蒙立刻将此事告诉麦迪，想让对方帮忙找寻道恩超度的证据，却从他口中得知安德森老师被马丁附身的事情，于是便立马和黑妹来到安德森家，看能否跟踪他找到什么线索。没多久，果然就有了发现。只见马丁来到珍妮特刚逃出学校时待过的那套房子，黑妹见状立刻拨打了110，谎称有可疑人员闯进了自己家，地址恰好就是上次警长儿子被撞的地方。很快警长就闻讯赶到，刚好撞见马丁从屋里出来，于是二话不说便将他请上了警车。然而在警局经过调查询问，却并没有发现马丁的犯罪证据，警长只得拿来笔录让他签字离开。与此同时，麦迪拿着那块手表再次进入了珍妮特的创伤空间，无意间他打开墙上的一扇窗户，爬出后竟来到了朗达的创伤空间。从里面慌忙逃离后，麦迪立刻意识到了什么，随即便立刻回到图书馆，打开那张标有所有人死亡地点的图纸，按照马丁笔记本里最后一页的箭头指示，将它们逐一连接起来，竟解开了一个困扰许久的谜团。 Forget Don's key. Here it is. This is the way into her scar. 接着麦迪便再次进入里面，根据线路指引来到道恩的创伤空间，发现里面摆满了万寿菊，但却没有找到其他更多的信息。他只得将这些如实告知了西蒙。另一边，胖妹的哥哥竟开车来到了木屋，原来由于胖妹这几天都没有回家，他便根据对方的手机定位找到了这儿，两人只得将他也请进了屋里，但却谎称他们是在给麦迪举办派对。而由于找了一天都没女儿的消息，麦迪母亲只好来到学校询问教导主任尤金是谁，认为女儿不愿回学校可能与他有关，然而对方也没听过这个名字。由于现在学校正举办巴斯届的同学会，便安抚他等周一上班再详谈此事。不料麦迪母亲竟闯入了派对现场，给自己连灌几杯酒后当场耍起了酒疯。 You all think this place is so great? Why don't you tell that to my kid? Whose blood was smeared on the boiler room walls. 当麦迪几人经过时，恰好撞见了被赶出来的母亲，目睹对方失落不甘地走出学校，他的心里五味杂陈。另一边，西蒙两人也带着吃的返回了木屋。为了将胖妹的哥哥支走，黑妹让他和自己一起去附近买酒。待两人走后，西蒙就告诉珍妮特自己找到了道恩超度的证据，随即他就将麦迪在其创伤空间发现长满万寿菊的事情告诉了对方。万寿菊原产于墨西哥，被视为连接人间与冥界的桥梁，它能为亡魂提供指引，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因此常用于亡灵节装饰。珍妮特听后立刻陷入了沉默，因为之前道恩曾跟他提过此事。西蒙见状则继续劝说对方，既然道恩能超度，相信他也一样可以。可珍妮特却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借体重生，终于能实现那些生前未完成的愿望，比如上大学、搞事业等，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但面对西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珍妮特的内心也有些动摇和纠结。随后他让西蒙先行离开，说想自己一个人静静。另一边，黑妹在便利店门口等人时，无意间发现马丁也驾车来到了这儿，他立刻发信息通知胖妹，接着又趁对方进入便利店时，用刀子扎破了对方的轮胎，随后便迅速驶离了现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当马丁发现车胎被扎破后，却临危不乱地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Excuse me, sir? 这边珍妮特正独自在河边思考人生，谁料身后竟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Found you.
随后马丁将珍妮特带到了一条船上，不断劝说她和自己一起走，可珍妮特却一脸愁容表示拒绝，这让马丁感到十分不解。虽说这样的逃离方式和两人起初预想的不同，但好歹也是个重获新生的机会。然而珍妮特却坚持己见，不愿这样一走了之。随即两人就发生了争执，马丁一时不备被珍妮特夺过船桨，啪的一下拍落了水中。另一边麦迪再次进入了道恩的创伤空间，发现里面是一片祥和的氛围，并不像其他人的那样充满了恐惧。而更让他感到诧异的是，在墙上竟找到了一扇写着出口的大门，难道这就是道恩超度离开的方式？ The only way out is through. 回去后，他将此事告诉了沃利，但两人都不知道这扇门是如何出现的。接着，他们又敞开心扉聊起了过往。沃利也向麦迪表达了希望他留下的心声。在这段相处的时间里，两人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了彼此。接着，他们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说实话，这真的是有些离谱。都啥时候了，还往里面加动作戏？3分钟战斗结束后，朗达突然推开房门，焦急地让两人赶紧到图书馆集合。原来校乐队的小葵通过校服徽章进入了自己的创伤空间，在他们出事的大巴上发现了一张珍妮特日记的残页，里面竟记录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珍妮特原本计划将所有鬼魂囚禁起来做实验，以此帮助他和马丁逃离学校。这个真相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将众人推向了更深的恐惧与愤怒。麦迪也担心自己回去后，他们和珍妮特在一起会再受到伤害。另一边，西蒙几人在四处寻找珍妮特时，对方却突然回到岸边，并主动提出了一个请求。Take me to the school. 在送珍妮特回校的路上，西蒙询问他脸上血迹的来历，可对方却始终保持沉默。见此情形，他只得暗自攥紧了手里的电击器。回到学校后，西蒙立即让众人到食堂集合。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珍妮特居然能看见所有的鬼魂。 You're all here. How can she see us? I guess technically she's still a ghost. She can also hear you. 随即麦迪便拿出那张日记残页，希望珍妮特能当众给个解释。这时对方终于向他们袒露了真相，原来当年是他造成的实验室火灾，并由此害死了马丁。可对方死后却没有责怪他，而是和他一起研究逃离学校的方法。后来马丁发现了密室里的创伤空间，里面的场景让人触目惊心。为了弄清楚其形成的意义，两人研究了5年多，却都一无所获。这天他们突然看到灯光不断闪烁，走出实验室发现了变成鬼魂的朗达。对方满脸惊恐，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马丁告诉他这里是学校的死后世界，但却隐瞒了珍妮特真实的死因。在带朗达适应环境时，珍妮特捡起了他掉落的录取通知书，起初并不知道它的重要作用，直到看清里面的内容，这才意识到他们的遗物就是进入各自创伤空间的钥匙。但多年来两人却一直隐瞒着这个秘密。另一边，沃特在木屋外扔垃圾时，发现地上有湿漉漉的脚印，正在疑惑间，突然被人从身后捂住了口。等黑妹两人回到木屋时，看到里面空无一人，她立刻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时胖妹急匆匆地推门进来，告诉两人沃特失踪了。当得知他们在附近遇到马丁后，她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见此情形，哥哥安慰她，黑妹已经扎破了马丁的车胎，对方不可能比他们先到，因此沃特肯定不会有事。接着三人便再次出门寻找，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此时的沃特已经被马丁绑在了船上，并且趁他们走后，马丁还悄悄进入屋内，拿起了一把炉钩。三人在河边隐约听到了沃特的嘶吼，便让会游泳的黑妹前去营救。可好不容易将他救回岸上，一转身却突然看见马丁竟挟持了胖妹的哥哥。 Just give me your car keys. Venom? 众人大气都不敢喘，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拿到钥匙后离开了这里。与此同时，珍妮特继续向众人讲述，事情发生转变是从一次平安夜聚会开始。由于长期被困在学校，鬼魂们纷纷产生了负面情绪。 Do we really have to do this, Mr. M? I mean, it's the same song and dance every year. 马丁见状，借口去拿饼干，离开现场，并叫走了珍妮特，实则想跟他商量如何安抚众人。这时，珍妮特告诉马丁，鬼魂道恩发现他们进入创伤空间后，会出现电压不稳、灯光闪烁的情况，由此推测痛苦是一种能量。进入创伤空间会导致能量激增，如果所有人同时进入自己的空间，产生的能量波动或许能突破围栏的阻隔，让屏障消失，从而使他们能离开学校。可问题是，没有人会愿意主动进去。马丁提议可以将众人关在里面，但却遭到了珍妮特的反对，因为这不亚于一场酷刑。 We live with these people. We celebrate holidays with them. Controlled experiments lead to greater good. 珍妮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无意间推测出的理论，最后会变成伤害众人的枷锁。就在众人听得入神时，一旁的西蒙却突然气愤地离开了现场。麦迪见状，赶紧追了上去，不解地问他为何生气。西蒙表示自己好不容易把珍妮特带回学校，可麦迪却只顾着聊天，不明白他还在等什么。I need to protect my friends. Your actual friends? Your living, breathing ones are out there trying to help you, and they might be in danger. 接着西蒙猜测麦迪不想回来，可能和鬼魂沃利也有一部分关系。见对方不置可否的神情，他顿时感到无比的委屈和郁闷。自己尽心尽力为麦迪付出，却抵不过一个跟他相处没多久的鬼魂。随即两人发生争执后就不欢而散了。
在此，小编表示心疼西蒙3秒钟。麦迪在回到食堂后，刚好赶上珍妮特讲述生日会当晚的事。原来马丁送的那块手表是在威胁他记住这些年为了离开学校两人所付出的代价。从那天起，珍妮特便意识到马丁绝对不可能会放弃实验，那他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说服对方调整研究方向，用提高自己进入创伤空间的频率和时长来代替让所有人进入里面。原来密室墙上的计数符号记录的是珍妮特进入创伤空间的次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后来自己却从实验的参与者变成了一名没有自由的囚徒。那天两人在做实验时，清洁工大叔恰好进来搞卫生，没成想对方竟能看见马丁，这让马丁立刻意识到，他们的实验虽然不能解除学校的屏障，但却可以淡化里面生与死的界限。从此之后，马丁便一发不可收拾，不管珍妮特愿不愿意，都会将他强行推进里面。那段日子也成为了珍妮特挥之不去的噩梦，而唯一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信念，就是这样做能让其他鬼魂不会受到伤害。 It was my burden. It was my idea. 那天麦迪突然出现在密室门口，让珍妮特闪过了逃离这里的念头，这才导致他无意间夺取了对方的身体。看来这部剧最悲惨的绝对非珍妮特莫属，不仅在生前梦想被父亲摧毁，死后还遭到了马丁无情的折磨。听到这，麦迪掏出那块手表，说自己进入了他的创伤空间，体会过他所遭受的痛苦，并询问里面那个女人是谁。谁料珍妮特听后却一脸茫然，因为他的空间里只有暴虐的父亲。众人这才意识到麦迪之前进入的竟是马丁的创伤空间。另一边，在被抢走汽车后，四人终于走到了有信号的地方。沃特立刻联系西蒙，将郊外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随即西蒙便赶紧找到麦迪，说马丁可能在赶回学校的路上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西蒙想到了一个主意，果然没多久，对方就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学校。珍妮特故意露出视野，将马丁引到了学校的礼堂。不得不说，这马丁对珍妮特多少还是有些特殊情愫，此时仍锲而不舍地劝说他跟自己离开。就在这时，互助小组的其他鬼魂突然从身后出现，将马丁包围，并质问他为何将这么多事瞒着大家。马丁则辩解称自己都是为了帮助他们离开学校。然而见众人都不吃这套后，他索性也不再浪费口舌，直接上前准备将珍妮特拽走，没想到却扑了个空。原来眼前的是身为鬼魂的麦迪。见此情形，马丁瞬间急眼，嘲讽鬼魂们无法阻拦他离开。 You can't touch me. I can. 随即两人便扭打在一起，可西蒙却明显不是马丁的对手，3两下就被对方放倒在地。就在马丁怒吼着寻找珍妮特时，他心心念念的女孩终于从身后出现，接着就给了他一个电击疗法。与此同时，胖妹回到家后，从手机里发现了尤金给他的留言，说上次访谈后他一直在思考，认为当年实验室火灾的真相另有隐情，告诉他自己在养老院的储物箱里还保存着一些相关的资料。为了尽快查明真相，胖妹当即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随后，他和黑妹两人偷偷来到养老院，撬开储藏室的门锁溜了进去。没多久就找到了尤金的资料箱。这时收到信息的沃特也闻讯赶来，通过尤金收藏的录像带，众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在火灾后的一段采访中，尤金言之凿凿地表示，马丁被学校解雇是珍妮特的父亲在从中作梗，他蓄意纵火杀害珍妮特就是为了报复对方。另一边，马丁被电晕后，众人将他绑在了椅子上。闻讯而来的安德森不仅怒斥他夺走了自己的身体，还指责他的所作所为不配当一名老师。但即便如此，对方却仍在为自己辩解。西蒙见状，直接将其从台上踢翻，两人的魂魄随即便交换了回来。接着众人又将马丁带到地下室，让其交代所有的真相。马丁表示愿意为所做的一切道歉，但自己的本意却从未改变。他一直在调查为何有这么多人在学校丧生，只要珍妮特和他一样变回鬼魂，自己就向众人坦白一切。此时珍妮特早已做好了准备，可麦迪却仍旧十分不舍，因为一旦回到自己的身体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Didn't think I'd have to do this so soon. You were never really supposed to be here. 在一番煽情的告别后，珍妮特示意西蒙接住麦迪的躯体，随即便往后倒下，从里面脱离了出来。麦迪刚准备上前回到自己的身体，胖妹几人就推门闯了进来。 Mr. Meyer wanted Janet dead. 听到这，麦迪立刻让西蒙传话，让他们解释这是什么意思。谁料这时马丁却趁众人不备，拉着珍妮特冲进了密室的创伤空间。见此情形，眼镜提议大家各自进入自己的空间，再通过死亡地图上的路径去寻找两人。而在马丁的创伤空间里，他迫切地要求珍妮特说出我原谅你了这句话，声称只有这样两人才能离开这里。但珍妮特却要马丁解释为什么刚才他们说他要自己死。与此同时，西蒙让麦迪赶紧回归身体，可对方却一直犹豫不决。当他俯身触碰自己的躯体时，脖子上的项链突然散发出红光，原来这就是进入他创伤空间的钥匙。随即他便起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I can't leave them like this.
Keep me alive, Simon. 叮嘱好西蒙后，麦迪便拿着那根项链，毅然进入了自己的创伤空间。在里面，他看到父母分别出现在走廊两侧，母亲一边倒酒一边向他靠近。这时，一旁的管道突然破裂，大量的水流从里面倾泻而出。父亲大喊着让麦迪赶紧离开这，可他却发现自己被定在原地无法动弹。没一会儿，整个锅炉房就被完全淹没。好在此时麦迪终于可以活动，谁料母亲却突然拽住了他的脚踝。他奋力挣脱，拼命地向水面游去。另一边，鬼魂们先来到朗达的创伤空间，将里面的班主任打倒，救下了他。接着又来到眼镜的空间，打开里面售货机的门，钻了进去。在到达沃利的创伤空间后，众人拿着橄榄球拼命地穿过操场，刚好遇到了在水里挣扎的麦迪。沃利伸手将他拉了上来。随后大家便赶紧往马丁的空间赶去。另一边，黑妹几人发现麦迪的躯体快停止呼吸了，便不顾西蒙的劝阻，拨打了911急救电话。接着又合力将他往学校边缘的操场搬去。而众鬼魂们到达马丁的空间后，则再次逼他说出事情的真相。走投无路之下，马丁这才终于坦白，当年自己被解雇丢掉工作后，女友也因看不到未来离他而去。他心怀怨恨，决定报复，便打开了实验室的燃气管。然而当室内充满燃气时，他却突然良心发现，决定放弃。可刚要打开窗户通风，谁料珍妮特却突然闯了进来，并开始测试手里的碎石火把，自己还没来得及阻拦，下一秒就发生了不幸。至此，珍妮特终于解开了困扰多年的心结。I didn't deserve my father, or being born in the wrong time, or never getting to make anything of my life. But mostly, I did not deserve you. 这时，一扇标有出口的大门突然打开，闪耀的金光也随之照了进来，众人全都被这一幕当场震惊。马丁见状，则立刻朝那儿狂奔，却被珍妮特冲到面前，一把推开。It's my exit, not yours. 麦迪劝珍妮特赶紧进去，可他却说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事，接着便带领众人离开了这儿。从马丁的创伤空间出来后，珍妮特将密道的门牢牢拴住，想让对方也尝尝自己曾饱受的痛苦。然而当众人走出密室时，却发现西蒙等人已经离开了这儿。此时救护车也已经赶到了学校，尽管西蒙极力阻拦，但麦迪的躯体还是被抬上了推床。西蒙无奈只得赶紧返回地下室，却只看到了散发红光的密道。原来鬼魂们已经赶到了操场上，他们刚好错过了彼此。看着即将被送上救护车的自己，麦迪不舍得跟众人做完最后的告别，随后就转身狂奔而去。I relive the story. Glitter comes off.第二天，鬼魂们聚在一起讨论，不知道麦迪是否成功回去了。这时，珍妮特则拿着手表，准备再次进入马丁的创伤空间，想让他解释自己是保护众人远离危险这句话。另一边，麦迪从病床上睁开眼，发现自己终于回到了现实。随即，朋友们也闻讯赶来，但却唯独不见西蒙的身影。黑妹告诉麦迪说，昨天对方去找他后就失去了联系，或许此时应该在来的路上了。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当珍妮特打开密道，再次进入马丁的创伤空间时，竟发现西蒙也待在了里面。Where's Maddie?至此，校园怪灵第2季就结束了。本季虽然解开了实验室火灾的真相和创伤空间的谜团，但学校为何会有这么多人丧生，并且他们的鬼魂还不能离开？马丁到底是否知晓学校的秘密？这些谜团却仍未解开。而在结束时还直接埋了一个坑，西蒙是如何进入到马丁的创伤空间的？希望第3季能把这些全部填上。感谢您的观看，来点电影天天开心，我们下部作品见。